觉好像印刷这件事情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我今天把这个手卡扔了，我说我跟印刷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印刷术，可能至今我还是文盲，中国的汉字将走进坟墓。孙宝林，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我到印刷博物馆工作以后啊，感觉自己没文化了。面对1400年的印刷史，短如一瞬间。第一次拿起这个刷子，你才知道中国人说的还有2把刷子，原来是这个意思。古老的印刷术如何对话现代文明？我们每个同学的身上几乎都有印刷元素，所以印刷不一定是印在纸上的东西。对，我们要感谢印刷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开展。印刷文化又将如何传承与创新？我们会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毕了业以后是不是都做打字复印啊？未来印刷技术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应用？触摸古今，传承文明。本期演讲者孙宝林。迎高考，祝未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银鼎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考大家一个问题：中国的4大发明是什么？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可以，都还没有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忘掉哈。但是今天在座的我一看，很多都应该是80后吧？哦，70后。你们应该不太熟悉我们说的印刷的这种概念。我就想起我们上高中那会儿，都是老师拿那个钢笔刻在蜡板上，然后给我们印的试卷。如果老师的字儿好，那还好说。你就怕有的时候老师刻出来，你看题你就得看半天，你得揣摩老师是什么意思，这几个字儿是什么字儿。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在今天，我们毕竟要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的过去是怎样，我们祖先的脚步是如何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的开讲为大家专门策划了这样一个触摸古今、传承文明的系列。而我们今天这一期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印刷。有一位专家今天将在讲台上和我们分享他对于印刷所知的一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孙宝林先生，有请。孙馆长您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开讲。您好，您好，您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请坐。刚才我跟大家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了解的还是很充分的，但是感觉好像印刷这件事情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对的。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看的东西都好像跟印刷关系不大了。今天我把这个手卡扔了，我说我跟印刷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吧？不可能啊！比如说您带的麦上边肯定印的有 logo， 还是它的广告词，一定会有的。还真是，所以印刷不一定是印在纸上的东西。对。这么说来的话，身份证呢？身份证当然是印刷了。我们这个年纪小时候印过啊，这个印背心儿，啊，拿油墨印。您小时候拿油墨印背心儿？对呀，难怪您是印刷博物馆的馆长。直到今天，我们以为科技如此发达，但我们仍然逃不开印刷。是的，我们用而不觉，用而不知，但是它的一些元素，它的一些精神，在今天仍然得到以传承。大家想不想请萨老师现场来试验一下古老的印刷怎么去刷，好不好？
愿意领教一下。我做个简要介绍哈。第一把刷子刷墨，均匀的涂在上面，这个边框啊也要涂上，包括中间字，好来回刷几下。然后呢，请您就铺上纸，把这个板居中就可以了啊。这另外第二把刷子，就是您来回一刷，把四周的边框出来，您能看到反的字的痕迹，都基本均匀了。您放下刷子，从前面揭开，那就是奇迹见证的时刻。适当刷一点。我先把这边框刷一下，我觉得边框上有点干了。萨老师做活很细致哈，哎，您看出来我在装修队干过吧？可以幅度大一点，动作快一点，哎，那感觉就像烧烤摊儿了，对不对？好，可以了，我觉得很好了。因为宣纸是对对软的，软的，如果铺不吸墨的。好啊，它会对掉到下面这个地方，它对会对对，弄脏了。哎呀，萨老师经验很丰富。居中，居中，您大概看，轻不要使太大劲儿了。哦，好，萨老师在刷，下面一个板就是印章的扩大板，就是在印。那么印完了，一刷，印刷，印刷，由此而来。请您从前面接起来，一幅作品就此将要诞生了。但是仍然还是没能让它完全居中。萨老师，这个已经是真的刷得非常好了。谢谢您给了我这样一次谢谢萨老师。特别的体验机会。看上去多么简单的一个流程，但是真的自己做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仪式感。就尤其像我这样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次拿起这个刷子，你才知道中国人说的还有两把刷子。对对，原来是这个意思。对，大家说萨老师的两把刷子怎么样？好，谢谢。但是今天来这儿啊，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看来，印刷这项古老的，我们说技术，但实际上今天您在提倡的一个概念叫印刷文化。对的，对的。应该如何解读？在印刷背后究竟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接下来这个讲台留给您，让我们掌声有请馆长为我们开讲。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都知道，古代四大发明朗朗上口，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有人说了，印刷是古老的，我还需要印刷吗？印刷和我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关系。刚才我和萨老师互动，我们每个同学的身上几乎都有印刷元素。其实我们在用而不知，用而不觉，我们在享受着中国古老文明带给我们的益处。我有个道具哈，看看这个声音大家是不是喜欢？是不是很好听啊？对吧？都喜欢。其实这是一件印刷品，当然通过了银行系统，它就变成了人民币。刚才跟萨老师说，我小时候印过背心儿，上大学的时候刻过蜡板，刷过油墨，还用那个铅打字机打印过。那么后来这些印刷呢，等我到博物馆以后，唤醒了我的意识。我觉得印刷真的和我的成长，和我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印刷呢，不是大家理解的简单的就是印刷纸、印刷书本、印刷课本。其实印刷品比比皆是，钞票、户口本儿、身份证、药品说明书也是。方便面袋上印的文字和图案也是，你看看大家是不是都离不开啊？所以印刷呢，我想和我是密切相连的，印刷和大家是密切相连的。其实我到博物馆工作时间还不长，大概到现在为止1年半的时间，因为我在出版领域呢干的时间很长了，我认为自己好像有点知识了。那等到我到印刷博物馆工作以后啊，感觉自己没文化了。为什么呢？就全世界来说，我们的现代出版就是100多年，可是面对
1400年的印刷史，短如一瞬间。岗位上的有一本书，非常的打动我，它就是《春秋经传》。这本书是南宋时期的杭州课本，也叫浙课本。我们这本古书是800、900年，将近1000年前的书。我们人生不过100年，将近1000年，得多少代呀？中国说只寿1000年，从这本书得到了验证。我们说墨香，从这本书得到了体验。我想在场的观众和同学们都能认得这字吧？我们能读懂它，也就是说我们和一棵1000年的古人对话。我们也有国外的朋友，能和1000年前的书籍对话的国度不多吧？这就是汉字的魅力。汉字如何呈现？就是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书哪儿来的？印刷来的。那么这个宋版书，现在的出版社做专业出版的编辑都很难一见真容。今天在场的你们见到了它的影像，欢迎你们去见真容。这本书呢是国家一级文物，是我们镇馆之宝。我不在的时候，大家几乎看不着。大家看这是什么钥匙哈？这件镇馆之宝有3道钥匙，像金库管理一样，藏品部门啊，这是有文物有条例的，2个人管门，你拿钥匙进不去，我们俩一起商量好了才可以进第1道门。第2道钥匙是什么呢？是一个大大的保险柜，又有一个人把钥匙拿出来啊，2人商量好，还有登记哈。这些看不到它。最后一个匣子里面，在我这儿的钥匙。因为我们为了减少对近1000年前的文物的一种伤害，不能让经常出来溜达。所以呢，这把钥匙我拿着，所以这把钥匙叫馆长钥匙。那么我们把眼光呢拉向1000年前，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认识古代的4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有人说，中国印刷术的代表是什么？大家说是什么？哎，我看声音不一致。有人说活字是吧？我听错了吗？没有吧？有人说雕版。其实呢，准确的回答是，代表印刷术的是中国的雕版，它产生于隋末唐初。所谓雕版，受中国印章的启发。我们印章知道，大家名字2个字、3个字啊，3个字后边呢加一个印，某某某印。印章刻4个字，那能不能刻14个字啊？40个字啊？哦，我们的古人很聪明，就在一块板子上呢刻了1句话、1段话、1篇小文章，由此就拉开了雕版印刷的历程。那么在雕版出现之前呢，如果我有一点点学问，我只能在纸上写下来，给我的朋友看，给我的家人看。大家可以想象，如果靠手写去抄，是不是速度很慢啊？那么等刻成板子以后，大批量的复制，使更多的人读到了书，更多人获取了知识。这也就是雕版印刷术说，不仅对中华文明，更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雕版啊，我们知道，在刻的时候，比如说我刚才一分神，不小心把一个字的笔画刻错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匠人就挖掉一个字，再刻一个墨块镶进去。大家想，它一定不是一件完美的作品，在使用过程中间呢，可能会发生各样的情况。那么到了第2个高峰，就是布衣毕生，大家知道的，他曾经也是一个刻字匠，他就用胶泥来做字，哎，弄成一个方块一个方块，哎，去组合字。比如说开讲了，那我在一块板子上，我只能写开讲了，把拉弄错了，这块板子废了，再重新刻。那如果开讲了是3个活字，这个开可以用开讲的开，也可以说开学的开。后来这个泥呢很好玩哈，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泥哈，好玩好做，但是呢
它不够平整。后来想有没有木活字啊？木头活字，砍伐木头挺浪费的。有没有金属活字啊？金属里边又有铜、锡、铅活字，所以呢，活字的不同的载体就出现了。那么我们知道，德国的古登堡受中国活字的印刷的启发，发明了铅字印刷，后来推动了和机器大红外画的发展。那么由此呢，推进了现代的出版和印刷。大家知道，上个世纪诞生了计算机，我们今天用的手机等等都是小型的计算机。信息化时代，曾经一度有人悲观地说，中国的汉字将走进坟墓。为什么？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因为计算机它识别的是西文或者叫英文。那么汉字如何在计算机里面进行处置呢？确实难倒了我们很多人。74年的8月，以王选院士为代表的一个团队，经过辛苦的努力，研究信息化时代如何去处理汉字，如何把汉字压缩装进去，它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王选团队所做的贡献，叫激光照排。我们现在各类的输入法是一种检索装置，只是把那个字从那儿取出来。如果里边没有，我们能取到汉字吗？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仍然在使用汉字。试想一下，如果变成了拉丁文，我们的拼音文字，它的微的识别性就会大大的降低。王选院士被誉为当代的毕生。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的科学家。通过这些，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体会到印刷不单单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没有印刷术，刚才说了我们在抄写是吧？您抄给我，我送给他，这个传播有限，可能至今我还是文盲。我不能在这里给你们来分享我的故事。如果没有知识，我们行动的区域也会受到影响，更不要提有高铁了。可能我们是村东头到村西头，也可能你们只认识本村的人，你见到的最大领导可能是村长。所以我们要感谢印刷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我们要感谢印刷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开展。那么印刷术有没有未来呢？有。比如说手机现在拿着很方便，但是我知道我爱人经常忘手机，他说手机很麻烦。那可能现在穿戴设备就来了，穿戴设备也是在手上，有没有进一步呢？已经有了这样的产品，是一张小型的纸，或者是一个投影，是弯曲的。不管怎么呈现，它背后一定有电路，其实就是电路印刷。我在印刷的时候，就把里边排列的电路进行了印制，进行了相通，这就是方便我们的生活。还有纳米印刷，比如说大家的窗帘一挂就是几年，如果天天换也换不起。那如果进行纳米印刷的话，我们根据心情，今天是个红色，明天是个绿色，那你看是不是调节得非常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印刷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怎么现代呢？我想大家听说过3D 打印。现在3D 打印可以打印什么呢？据说已经出现了可以打印楼房、打印飞机的部件、打印汽车的部件。那好了，你说的都是大部件，有没有小部件？有啊。我最近有点牙疼，种植牙，很痛苦。但是呢，将来用生物打印，根据我的这个口腔的特点，通过计算机的模型定制一个放在我的口腔内，异物感、不适感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将来个性化的、普通工作无法做到的，就会用3D 打印来实现。今天呢，与大家分享这些，就是想跟大家讲，我们如何去看待古老的印刷文明。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传承印刷文明？那么在今天它还有什么用？我想，印刷术作为4大发明之一，它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实用的价值。在今天，我们应该铭记它，想一想它来自哪里，我们怎么样附入新的内涵，让它更好地为我们当今的人们来服务。实际上，它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的传承者，也是主要的宝藏的记录者。所以我们今天回顾它，就更有意义。谢谢大家。谢谢馆长，谢谢您，谢谢蔡老师。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您一共拿出过2样东西。第一个是一张100块钱的纸币，对，还在。那个我不看，我想看那把钥匙。我近距离的看一下。这把钥匙很普通，但是它的作用不普通。最后一道，我现在距离国宝只差2步。如果把那2把弄到，就能实现了，我就能看一眼了。对了，这段时间是在展出呢，还是在收藏的？一直在收藏着。过一段时间需要出来的时候，请出尊容。但今天您开讲完，忽然感觉到博物馆讲解员不好当吧？不容易。这个讲话是一件很累的事儿。我基本上我是我们馆的首席讲解员。您作为馆长，平时也要给他们讲解吗？也要讲。我要求人人都要当讲解员，不光专职讲解员能讲，我们的财务也能讲，我们的安保人员也能讲。自己先进入其中，自己和文物很好的对话，你体验了，你有深刻的感受，才能呈现给大家。我觉得您和您的这些讲解员肯定是面对不同的年龄层，是的，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可能您的讲解也得不一样。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央视网也开通了我们的图文直播通道，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来为我们的节目提出你感兴趣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进入银鼎教育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一看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当中，通过网络向您提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馆长您好，请问印刷术的发明是否导致了中国优秀书法家大量减少？这个好像也没有考证过，但是会不会有关联？对，印刷术不用再抄写了，确实方便了，也导致写好字的人少了。就其实你说到清代的时候，印刷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对，但仍然还会有需要书写的地方。是的，它代替不了书写，因为印刷是大量复制，对某一个书刊让更多的人分享。那你我通信还要写，真正的信息化时代才是导致了人们开始不写信了。谁给家里写过信？同学们现在仍然还在坚持用笔书写的，不是作业和考试啊。还有哦，太好了，太好了！我看有个男生应该是写情书，对吧？用笔给家里面写书信的话，能让家里面人看到我是健康的，因为一个生，因为一个生病的人的写字那个字迹是能看出来的。你爸妈是搞公安工作的吧？对，你爸爸真的是对。哇，通过你的笔记能判断你的健康状态。他这个我了解，就是公安系统有一个叫笔迹鉴定，对。稍微有点发烧，写的就不太好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位同学他是一种尽心、用心和孝心的体现。他是觉得这样的方式沟通起来更有温度。是的，是的。用笔书写和你打字机或者是发短信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说字如其人，见字如面，真的是有道理的。希望你继续坚持，继续坚持。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一些问题，其中今天来到现场的我突然发现也有咱们外国朋友，我看到有几个纸条应该是咱们外国朋友写的，
因为那个中国字儿啊，写的比较就是很认真，但是一看你就能知道他的笔画不是非常流畅，应该写的时间并不长。迷祖和迷兰是哪两位？哦，两位的名字很有意思，中文名叫迷祖和迷兰，迷失的迷，祖先的祖，迷祖。然后迷兰也是迷失的迷，兰花的兰，好美的名字。哪位是迷祖？哦，您是迷祖，您是迷兰，欢迎两位。我们把话筒给两位。我叫迷祖，就是不是迷失的迷，是迷人的迷。迷人的迷。当你这么说完，我觉得迷惑的迷。您两位是？大是我老婆。啊，一对儿。您两位是从哪儿来呢？我是埃及的，他是俄罗斯的。埃及，同样文明古国，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两位问的问题很有意思。中国的印刷和古埃及的缩草纸，我们都知道古埃及有很多文件是记录在缩草纸上面，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人类文明在进程中啊，我们各国各地的人民都在探索。莎草纸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有，它呢也是根据地域自己的植物有关系出来叫莎草纸，但是真正的用于印刷用纸、书写意义上纸是从中国的东汉的蔡伦开始的。那么蔡伦呢，在总结包括莎草纸，包括中国的方方面面的纸的基础上，他呢进行了改良，加入了其实挺环保，碎布头，对，渔网、破渔网都没有用了，哎，打碎它也是纤维，然后和原来的纸裹在一起，然后打碎、煮、压榨等等，它这个纤维呢就非常的均匀，所以具有书写意义的用纸是从蔡伦开始的。那么有了书写意义，包括印刷这样大量的使用、快速的使用，或者印制精美的大家看到的古书，也就从这样的纸开始了。他如果问缩草纸和中国的印刷有什么区别，那实际上区别就在于，缩草纸仍然还是书写，它仍然还是一份文件就是一份文件，你可以通过另外一次书写来 copy 它，但是两次的书写已经不一样了。对，但是印刷它是可以把这一份文件不停的、同样的去复制，所以我觉得这是实际上提高了效率。所以印刷和早期的文字保存的这个方式，实际上它是提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其实我们人类文明在不同区域都很发达，但是中国的文字唯一的就是几千年不断，几千年。我们刚才看书了，还可以和千年对话，但是其他国家呢，由于各种的原因，中间中断了。所以中国是古老的文字中唯一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的一个古老文明。谢谢两位，谢谢。希望两位在中国的学习生活能够一切顺利。谢谢。迷祖迷兰，谢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6位青年代表，你们有什么问题跟馆长交流？来，王鹏。小撒老师好，孙老师您好。我想先问一个小问题，因为我是一名设计师，我想知道咱们印刷博物馆的造型为什么要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哦，是指我们的大楼吗？对，因为我会经常看到它。哦，你的解读是什么？其实我最早看到这个楼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一个滚子？对，我也看出来像个滚筒。是这样吗？是的。哦，你理解对了，所以设计师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那这块玻璃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滚子，对，后边是一个把把儿，是个把儿，推着油印机，过去是打印出来，把蜡纸附在上面，刷上墨，再印刷，这种油印机的刷子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我会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会经常看到它。因为我是您的邻居。哦，谢谢你对我们的关注。你别说你从来没去过啊。我去过，但是哦，因为我是北京印刷学院毕业的嘛，印刷博物馆就在旁边。对，我们是一家人。那么我们会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有人说：“哎，王鹏，你在哪儿读？”我说印刷学院。啊，那你毕了业以后是不是都做打字复印啊？其实这个也反映了大众其实好多人对于印刷的理解都停留在打字复印这个点上。其实是
大家对印刷的了解都认为很窄，打字复印、印书、印课本等等。其实印刷对我们的生活，刚才前面都讲到了，无处不在。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对印刷的文化的宣传是不够的。所以我当博物馆馆长以后，我在讲，印刷不仅是一种技术，不是为了印刷而印刷，其实我们更要看到它带来的文化和文明的传承。我本身就是学设计的嘛，我也设计过一些作品。那么我刚刚也听孙馆长在说了，说印刷术是一个非常悠久的、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中国传统的元素。对。那么我们如何把它和我们当下的生活去结合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很好。比如说刚才萨老师体验的刷板，当你亲自刷墨的时候，当你亲自铺上纸的时候，刷出的那一刻，那个心情是别人没法体验的。比如说还有做线装书，我们的各位对线装书都已经陌生了，那如何走进生活呢？我们曾经试过这种亲子游戏，大家觉得穿线不容易吗？虽然原来没做过针线活是吧？那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做，可是真穿线的时候啊，没那么简单，这个线要隐藏进去。亲子活动的时候，母女、父子一起来做线装书，增加了知识，同时也使古老的文化得以传承。这就是我的考虑。谢谢孙馆长。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我们琢磨的话，找到合适的方向以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们感受印刷的魅力。下一位，石珊珊。馆长您好，你好，我是一名独立插画师。我个人的爱好呢，就是特别喜欢去各种博物馆去逛，但是呢，因为博物馆出于保护的目的，经常珍品呢会被严格的保护起来。我就记得我站在卢浮宫里去站到蒙娜丽莎这幅画前面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细节，因为它前面有玻璃，而且距离特别远。那么我对画的美的学习和理解，其实就是通过高清印刷的复制品。但是与此同时，您会不会发现这种复制品的产生，它对于原作独一无二的这个珍贵性和它的艺术价值，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知道您怎么看？谢谢您。那么应该说呢，它确实为了保护原件，进行了高质量、高清的复制。其实我们的思想在改变，这些东西不应该属于某一家，应该属于共同的财产，应该拿出来让大家共享。当然，真东西保存在谁家里就是谁的，但是应该把它的信息、它承载的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来传播。所以，如果仅仅从欣赏美来讲，高清的复制品足够了呀。为什么你会那么执着的我就想看原件？因为那个是驱使我跋山涉水的，就是为了站在这一个有几百年文化的这个东西面前。所以我知道他的这种感受是，对，做艺术的追求真善美，就像书法作品、绘画作品，它可能跟文学作品不一样。文学作品大家可以非常坦然地接受印刷版本，因为我要看的是故事和内容。但是作为绘画作品、书法作品，如果是用高清印刷或者说复制出来的，那么对于很多想欣赏艺术品的人来讲，它会减轻这个艺术品本身的魅力吗？是的，是的。他讲这个道理，我能理解你的心思哈。就老觉得没看到真迹，没看到真迹啊！见男朋友看到都照片，没见真人，而且还是 P 过的。其实我理解他的心情。那么我们讲书法，比如说书法叫力透纸背，对，这个一定是原件，才有那种感觉。如果是打印复制的，它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里边有书法家的气势，包括你看到的美术作品，它有当时的情怀、感情都在里边。所以这个复制件呢，它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真品呢，不能天天见面。它这个也确实博物馆的，不管是国内和国际上，它确实有这么一个对真品的保护。而且恰恰印刷技术的发展，对于这些古老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就它可以把它印刷成为很多份高清的复制品，是的，然后让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可以同时欣赏到。这位同学，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叫木板水印，其实是中国的古老发明。它就是一幅画，分成不同的板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线条，那么经过了不同的墨在润，
对着原画来进行调。据说某个已经过世的画家画马的时候，据说是不小心把马蹄子上多了一点墨啊。那么，其实这个是个真迹，在木板水印重新印的时候，做了一点点小修复。当然，老人家知道，那个有点残的是自己的原迹，真正那个精美的就是复制品。他后来都叹为观止，不单单是对了惟妙惟肖的复制，同时还做了一些优化，就像 P 图一样啊。当时不叫 P 图，实际是非常精美的。这是技艺，这真的是。它也是一种印刷的方式。中国人的这个水墨技术、印刷技术真的是叹为观止。是。有第二个问题想问馆长。我刚刚在看小萨老师在印的时候，一刷一印，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具有仪式感。但是这种仪式感其实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了。我自己小时候，我的爷爷一到过年就会去找民间艺人买这个木刻版画的年画，去挂到墙上以图吉利。但是到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所以呢，像木刻版画、丝网版画这种这么复杂的技术，可能说甚至有一点点效率低的这种技术，它还值不值得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里去传承、学习，甚至说去推广？谢谢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在没有吃饱的时候，首先是填饱肚子，这人的几大需要，第一是生存。等我们现在发展的吃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追求的那是精神。如果把地球村是中国是其中的一块的话，那么我们古老的印刷文化，也包括其他古老的文化，是滋润我们当今心田的东西，甚至越久越香。我们应该传承它。精神需求一定会成为更为重要的需求，也就像你搞艺术一样，如果你放在再往前若干年前，我相信你没有这么大的受众面。我相信现在你的受众会越来越多，你的价值也会凸显。谢谢龚馆长。每一个人内心，只要你有表达的欲望，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只不过是给你提供了更为方便的表达途径而已。但是这种欲求，这种人类表达自己心灵的这种欲望，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且会随着生活越来越好，你的这种对精神追求的欲望也会越来越强。下一位，来。你好，孙馆长。你好。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印刷博物馆的馆长。哦，我们同行，同行。是这样的，我是被称为中国私人印刷博物馆。哦，您是自己开了一个博物馆？对对，那个我呢从小呢就喜欢这个东西，因为我以前叔叔是开印刷厂的，从小就是有点闻着油墨味长大的。从小在印刷厂里玩大的。对对，就是我前后收藏了好多印刷机，有100多台。像这样的一些铸字机，还有一些铜模呢，我那儿收藏了好多，包括一些废旧的签字，40多吨。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号，是吧？40多吨，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是在印刷车间那儿长大的，他看着那签字，他是有自己的情感的寄托。还有我很感动的是，他能把这些改制的时候留下来的老的印刷机、铸字机那些铜模留下来，很难得。现在已经成为工业遗产。那有的呢没有收存，甚至就化成铅块、铜块了，回收再利用了。回收再利用了，其实失去了文化价值。作为一个馆长的话，可能比较头疼的是，就是说我这一天开馆以后呢，有多少人来参观？因为作为私人印刷博物馆，它考虑一个存活的问题。咱们馆里边也做过一些延续活动，但是呢，观众啊他没有粘性，可能转机器印个卡片儿，有的拍个照片打个卡，可能就走了，他不会来第2次、第3次。想问一下孙馆长，就怎么样让我们的观众就是流连忘返，可以多来几次？我的人马现在本来也不多，分散到各处，送教学活动上门。现在派了好多老师到小学去，到小学的课堂上去讲活字，去讲雕版，去讲造纸。实际上呢，通过这种宣传活动，让中小学的孩子，也包括成人，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它，去热爱它，培养我们更多的观众。我相信假以时日，它都会成为我们的
忠实的观众，而且会帮助我们做好更好的宣传。我相信你那里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谢谢，谢谢孙馆长，谢谢，谢谢。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我也可以给你想想办法。比如说，针对不同的参观人群，你比如像年轻人进来一对情侣，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服务？让他印一封情书，用活字。你看，太简单了吧？印一封情书哪够？你要让他印一本儿。比如说，你可以每个月把你的情书打印出来吗？你们自己排版，爱的情书，情书定制，有很多办法，我觉得可以想。好主意来了，谢谢。下一位，夏老师好，孙馆长好。你好，我是一个图书编辑，主要做那个艺术类图书的。先问您一下，您平时看电子书吗？看的少。虽然我们干这个行业的，我们都觉得哈，那个电子书是不会代替纸质书的，但是呢，的确现在这个电子书它因为非常的方便，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能就会愿意投向电子书的怀抱。所以呢，我也想问您一下，如果说抛开了这些纸箱、墨箱，我们在电子屏幕上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疏离感，或者是一种冷感？文字也好，文学也好，失去了我们现有的这种纸质印刷的作为载体的话，那它最大的缺憾又是什么呢？对一般的文字来说，电子书便携；纸书的话呢，有体验感。真正的深度阅读、奢侈的阅读，还是要翻书。它的印制的精美，它的图文信息的搭配和那种沉甸甸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大家基本不洗照片，我用电子的发很方便。但是假如是你人生中重要的时刻，我们可能还会把这个照片打印或者洗印出来，甚至做成一个框挂在家里，也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郑重。那书也是一样，这种阅读体验看个人的喜好。电子书有电子书的优势，纸质书有纸质书的优势，可能他们在同时并行。其实不是谁灭掉谁，而是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共同的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像在电子书里面，你像梁思成先生那种《中国建筑史》这样的书，我就没法用电子书看。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前2天家里来了小孩来玩，也是在书柜那儿翻，2个小孩就把这本书拿出来了，因为里面有图画，有好多建筑的这些梁思成先生当时手绘的图画，然后我就看2个孩子在书上放大，怎么没法放大呀？2个小孩就他们用这些东西太习惯了，对于他们来讲，所有的东西想看不清楚的时候看，我就在想，这是一种行为模式。也许1代人、2代人、3代人之后，也许电子书哪一天真正能够做到图文并茂的那一天，我在想，纸质书可能会不会就变成一种情怀？是的。下一位，夏老师好，孙馆长好。你好。我呢是一名印刷从业者，进入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已经5年了，时间也比较久了。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是怀揣着情怀，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呢是一个为大众服务，生产着精神食粮，对，就是非常高尚的一份工作。但是，说实话，时间一长，2年以后呢，就觉得和我想象的这个生产精神食粮这个过程啊不太一样。工序呢还比较复杂，工艺比较繁多，然后呢生产过程呢也比较的辛苦，就慢慢的呢，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小伙伴们，他们就选择了离开了咱们的印刷行业，就有职业的疲惫感了。是的，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咱们现在的印刷人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质，或者说怀揣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帮助咱们印刷更好的发展？其实，在整个大出版行当编印发的环节，印企是最艰难的。他们有大量的设备的投入，占据了他们很大的成本。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情怀。如果你们不生产了，那将来更多的东西靠什么来生产？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我们有关部门已经在行动，
怎么把我们的国产设备上来，这样你的设备投入降低1/3，实际就是利润。所以我相信，在这种大的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下，再加上有评奖的激励，再加上有技能大赛，你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你的情怀也能得以实现。其实年轻人很多时候要的是一个舞台，是的，要的是一个能够展示自己能力和情怀的舞台。只要提供给他们这样一个舞台，他们是愿意释放自己的才华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之前谈的比较多的其实是属于书刊印刷，还有一个就是包装印刷。前2年可能有一个过度包装的问题，月饼盒印出来用了10几道工艺，印得非常精美，月饼盒的价格比月饼本身的价格还要贵。从咱们印刷发展的角度，您怎么看待这个过度包装的这个问题？这个物品啊，它都是需要包装的。现在包装呢是大印刷的概念，大概去年整个包装印刷总量是1.1万亿，包装印刷占了8、9千亿，这个规模已经不小了。关于你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度包装问题啊，像现在里3层外3层，大家买到的东西，这个确实不环保。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因为全社会，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行动起来。我们在保证我们的物品不损坏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减少包装，减少一次性商品的使用。其实是我们要形成全社会节俭的氛围、适度的范围，或者叫极简的生活。这样的话，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再予以配合，那么包括环保印刷、安全的印刷和我们不过度的需求结合起来，可能会共同来推动这件事情的实现。谢谢曾馆长。过去可能很简单，那个时候中秋节真的就送几块月饼，包着外面的那个油纸，简单一种纸就可以了。是。慢慢的，人们开始追求在包装上的精美，在档次上的提升。但是你放心，这个阶段用不了多久。当人们的审美仍然回到大美至简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开始知道，其实最简单的是最美的。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来。小邵老师好，孙馆长好，你好。我呢就是一名3D 打印的从业者。哦。现在的话，按照这个发展的趋势啊，3D 打印它会越来越成熟。那么，请孙馆长给我们脑洞一下，未来印刷技术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应用？脑洞大开一下，可能我会想象，哪天你躺在家里的那个摇椅上，哎呀，我想打印个月亮，意念就发出去了。我想打印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是现在人的信息技术可以读取的话，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可是，我觉得技术往往是双刃剑，它满足了你极大的便利，可是你失去了很多东西。我躺在那儿想啊，我要吃一个面包，迅速的3D 打印来了，想咖啡3D 打印来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不能被技术绑架，技术是无限发展的。科学技术还是手段，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这一条我觉得我们不能忘。所以，我们是幸运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技术便利的时代。既然幸运，就让我们好好的享受这样的幸运。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概念下，让我们从头再来认识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样一份宝贵遗产。正是因为有了它的起步，才有了今天文明的发展。但今天不是终点。未来会走向哪里？答案问你自己。感谢孙馆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期节目再见。谢谢。